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讲 Mamiya 645，或者更准确的说呢，是645画幅的中画幅相机。那么大家常说呢，底大一级压死人，所以说我今天也是想来看一看，即便是中画幅里边的比较娇小的这个645画幅呢，和135画幅比起来，到底哪一个画质会更好一些？那么在传统胶片的中画幅的世界里边，645画幅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小弟弟的级别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呢，在它上面有6x6、6x7、6x8，甚至是6x9等等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数码的中画幅世界里边，就又有一些不一样了。我们知道，像是富士的 GFX， 或者说是哈苏的这个入门级系列的中画幅呢，它都是4433的一个画幅大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。那从图里面呢，不难看出，比起4433的数码中画幅来讲，645的画幅要大上了一圈。那么全画幅呢，比4433也要小了不少。所以呢，我也很好奇，到底这个胶片中画幅里边的所谓的这个入门级别的645画幅，跟我们135画幅，也就是全画幅的胶片来做对比的话，它的画质到底有多少的提升呢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也是借这个机会，用 Mamiya 645。以及这一颗80毫米 f2.8 的镜头，转换成全画幅，差不多就是50毫米 f1.7 的样子，来对比一下徕卡的 M6以及它上面的这一颗50毫米 f2 的镜头所拍出来的一些照片。首先呢，我会放一些把光圈缩小至 f8 到 f11左右的照片，来尽量的减少镜头素质对画面的影响。我们来看一看。纯粹是底片的大小能够带来多大的画质上的差异。随后呢，我也会放上把光圈缩小到 f4 或者是 f2.8 甚至 f2 的情况下面来拍的一些照片，再来比较一下相同进光量的情况下面，它们的景深呢又有一些什么差异。好，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照片吧。
OK， 那么看完了照片呢，我想大家应该心里也有数了。我个人觉得呢，特别是在我编辑这些照片的时候，我发现645的底片扫描出来的这个照片，明显的在画质上是要比这个135底片要强上不少的。撇去徕卡这颗算是素质非常高的50毫米的镜头不说呢，我觉得Mamiya 645在成像素质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。那么645画幅呢，它作为中画幅里边，特别是胶片的中画幅里边，算是比较小的一个画幅，它的处境呢，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尴尬的，因为如果你讲求的是便携性，或者说是拍摄的一个张数的话，可能你会直接去选择135画幅的单反或者说是旁轴也好。但是如果你对画质有一定的追求，要拍一些比较严肃的题材的话，可能呢你就会直接往上走，去选择到6x6甚至6x7画幅的这个相机了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么说的话，可能也不太公平，它只是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吧。那反过来讲，我会觉得645画幅算是一个比较中庸的选择，它有着相当不错的画质，比起135画幅有着明显的优势。同时呢，它的体积呢又要比6x7或者说是6x6画幅的相机要小一些，那再加上它的拍摄张数呢也要更多，所以呢不失为一个比较中庸的选择。那说完645这个画幅，我们再来讲一讲Mamiya 645这个机器吧。那Mamiya 645呢，它其实有着非常多的一个型号。那从最初的 M645，它只有1/5的最高的快门速度，到了后面的 1000S， 也就是把快门速度提升到了1000，乃至到后来的645的 Super 系列、Pro 以及 Pro TL。那么一代比一代呢，是加入了更多的这个电子化的东西，同时呢，它的外壳也在从金属向工程塑料做转化。那除了是我手上的这一台 645E 呢，之前版本的Mamiya 645呢，就和它自家的 RB67 或者说是 RZ67 以及哈苏的500系列一样，都是模块化的相机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去替换它的取景器，替换它的后背等等等等。但是呢，这支645E 呢，它并不是一个模块化的相机，它的取景器是固定的，你不能去换腰屏取景器上去。它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胶片的后背。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台相机呢？其实原因主要有几点吧。第一点呢，我觉得645画幅上面用这个腰屏取景啊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。因为如果是哈苏这样的6x6的相机呢，你就不存在竖构图的问题了。那如果是 RB 或者 RZ67 呢，它的后背又是可以旋转的。但是如果你是645再加上一个腰屏的取景器呢，你是很难去做一个竖构图的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它这个眼屏的取景器虽然看起来有一些丑哦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至于它的胶片的后背呢，虽然它不能够去替换整一个后背，但是它里边的这个装胶卷的这个模块还是可以去做一个替换的。所以说坦白来讲，并没有太大的损失。那这台相机带来的好处呢，一个就是它的体积比较小巧，当然它是需要电池去维持它的这个快门以及测光的工作的，并不是一台纯机械的相机。当然了，失去了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模块化的结构之后呢，再加上它这个塑料部件呢又用的比较多，所以说它整体的分量是比较轻的，所以呢也比较的方便于携带，这也是我选择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。那来说一说这个相机的缺点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它整体的塑料感有一些太重了，并且它的各个按钮，包括它的快门以及过片啊，用起来怎么说呢，有一种比较强的廉价感吧，并不像我之前使用的其他一些中画幅相机那么的精致，或者说是整体还是塑料感比较强的一个相机。OK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、分享加评论。那如果你喜欢类似的内容的话呢，也请关注我的频道。在接下去呢，我会带给大家更多关于胶片相机以及摄影方面的视频内容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